有缘人，在这个时刻，我们聊一位传奇人物埃隆·马斯克和他所推崇的高阶思维方式第一性原理，以此来探究这位科技狂人、世界首富钢铁侠。看前先点赞的人，祝你能像马斯克一样有钱。2014年，埃隆·马斯克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毕业演讲上留下了一场5分钟的精彩分享。他将自己对工作和人生的思考总结为5个要点，其中一点说到了他的决策方式。也许你听我说过，要从物理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第一性原理，即不要进行类比推理。你把事情细分到你可以想象的最基本元素，然后你从那里开始推理，这是确定某件事是否有意义的好方法。这种思考不容易，你可能无法对每件事都这么思考，因为这很花精力。但是如果你想创新知识，那么这是最好的思考方法。这个框架是由物理学家提出并发展的，他们因此找出了反直觉的事情，比如量子力学。所以这是非常有效、非常强大的方法。无论如何，一定尽可能这样去做。这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提及他极力推崇的决策框架——第一性原理。此前在 TED 采访中，马斯克对这个概念给到过更具体的解释。他说，有一种好的思维框架，那是物理学的东西，有点像第一原理推理，第一这件事情我们就也去做。这样思考，决策产生的结果是知能产生细小的迭代发展。第一性原理思维的思考方式是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就是说，一层层剥开事物的表象，看到里面的本质，然后再从本质一层层往上走，这要消耗大量的脑力。第一性原理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在哲学与逻辑领域，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删除或违反，相当于数学中的公理。例如在物理学中，第一性原理又称从头算，只从基本的物理学定律出发，不外加假设与经验拟合进行推导与计算。比如利用薛定谔方程在一些近似方法下解电子结构，但不从实验数据得到拟合参数。在数学领域，第一性原理可以类比为公理系统中的公理，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提出的5大公设。这5条看似简单的公设成为了欧式几何的基石。之后几乎所有的几何学知识都是由这5条公设通过归纳演绎发展而来。在传统逻辑中，公理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命题，作为演绎及推论其他事实的起点。第一性原理的核心在于从最基本的条件和规则出发，不依赖横向比较和经验结论。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实际应用中，它都强调追本溯源，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马斯克以第一性原理为指导，展现出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的类比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多数人习惯用类比思维解决问题的时代，马斯克却选择以物理学的角度深入本质进行思考。类比思维在很多领域都被广泛应用，比如公司开发新产品时，往往会搜集同性产品信息进行优化改进。这种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品的迭代，但很难带来突破性的创新。就像曾经的手机巨头诺基亚，在类比思维的指导下，不断迭代开发性能越来越好的手机，
却最终败在了苹果和安卓的脚下。诺基亚的手机主要解决了人们沟通的需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打电话、发信息，还需要办公、看电视、听音乐、玩游戏等。而乔布斯利用第一性原理发现了问题的本质，思考如何用一种很酷的东西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于是 iOS 系统应运而生。安卓最初模仿 iOS， 后来与 iOS 各占半壁江山。他们都用一款设备解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马斯克则始终坚持用第一性原理思考问题。他认为只有回归问题的本质，才能找到真正高效的解决方案。他不满足于现状，不被传统经验和类比思维所束缚。在面对问题时，他首先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摒弃经验和类比，通过逻辑推理来构建解决方案。他坚信只有物理定律、数学公式和化学方程是事实，其他学科都是观点，所有的逻辑都应该从物理定律和数学分析开始。具体来说，第一性原理如何在实际决策中发挥作用？以马斯克的真空胶囊高铁为例，如果用比较思维或者经验思维设计新型火车产品，多数人的想法是在现有的功能上做提升，让动力更强劲，流体力学更好。但是如果用第一性原理分析产品需求，就要回到运输工具的本质目的，将较多的货物从点运输到 B 点，这才是最初制造火车等运输工具的目的，并非一定要用牵引力才能实现升级。在第一性原理的支撑下，马斯克提出采用磁悬浮加低真空的模式，打造真空胶囊高铁。马斯克在采访中还举过一个例子，特斯拉研制电动汽车期间，曾遇到一个难题，电池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储能电池的市场价格是每千瓦时$600，这个市场价格很稳定，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是马斯克从第一性原理角度进行思考，电池组到底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这些电池原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如果我们购买这些原材料，然后组合成电池，需要多少钱？这个答案是，每千瓦时只需要$80。从最本质出发，研究电池都是由什么材料组成，再推算这些原材料加在一起的价格，从而得到电池的最低价格。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马斯克让电动车的商业化成为可能。多数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这件事情的现有情况是既定事实，我无法改变。但是马斯克的想法是，如果这件事在物理层面行得通，那么我也能做成。著名传记作家艾萨克森在《埃隆·马斯克传》中也多次提及第一性原理这个概念。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是在马斯克刚开始涉足太空探索领域时。当时他的第一个计划是要建造一个小型火箭，把老鼠送上火星。但是后来马斯克开始担心，如果我们最后目睹的只是一只小老鼠在小飞船上慢慢死去，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那可就不妙了。所以他后来想到了把一个小型温室送到火星上去，温室会降落在火星上，同时把火星上绿色植物生长的照片传回地球。他认为公众会为此感到非常兴奋，以至于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向火星发射更多飞船，完成更多任务。这个计划被称为火星绿洲。马斯克估计他只需花费不到$3000万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他用手头的钱就足够了，最大的挑战是造出一枚可以将小温室带到火星的廉价火箭。事实证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以低廉的价格搞定一枚火箭——俄罗斯。马斯克准备去一趟俄罗斯，看看是不是真能买到一些发射槽或者火箭。但这次旅程比预想中还要糟糕。其中有一次，马斯克开始谈到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的必要性。这位俄罗斯人向他们喷了口水。2002年年初，马斯克又去一次俄罗斯。这一次，马斯克的主要目的是去买2枚蒂涅伯运载火箭。它是一种经过改装的老式弹道导弹，但他越跟人交涉，人家卖得越贵。最后他觉得自己已经谈下来了，为2枚蒂涅伯火箭支付1800万美元。但后来对方说不行，是每枚1800万美元。马斯克说，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但当我为此愤怒的时候，我就开始重新规划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因俄罗斯人离谱的出价感到气愤时，他开始应用第一性原理进行思考，深入基础的物理学情境，一步步在头脑中构建火箭发射的模型。他因此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叫白痴指数，用来计算某个制成品的成本比其基本材料的成本高多少。如果一个产品的白痴指数很高，那么一定可以通过规划设计出更有效的制造技术来大幅降低它的成本。火箭的白痴指数就非常高。马斯克开始计算其中的碳纤维、金属、燃料和其他材料的成本。采用目前的制造方法，成品的成本至少比材料的成本多出50倍。人类如果要去火星，必须彻底改进制造火箭的技术。依靠二手火箭，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二手火箭，无法推动航天技术发展。因此，在返程的飞机上，马斯克就拿出电脑，开始用电子表格拉清单，详细列出制造一枚中型火箭的所有材料和成本。无独有偶，在特斯拉的设计生产过程中，第一性原理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17年年初开始，马斯克和冯·霍兹豪森翻来覆去地讨论特斯拉皮卡的想法。冯·霍兹豪森从传统设计起步，以雪佛兰索罗德为参照，还把一辆索罗德放在了工作室正中间，供他们研究车型比例和零部件。马斯克说，他想做一款更令人兴奋，甚至能惊艳众人的皮卡。所以他们研究了汽车史上出现过的酷炫车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雪佛兰在20世纪60年代打造的复古未来主义轿跑 El Camino。 冯·霍兹豪森设计了一款具有类似气质的皮卡，但当二人绕着模型走来走去时，他们一致认为它风格太软了，曲线玲珑的样子。冯·霍兹豪森说，不像皮卡那样敦实厚重。马斯克随后补充了另一个启发过他的设计做参考：20世纪70年代末的楔形尖头的英国跑车路特斯 Esprit。 具体来说，他特别迷恋1977年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007之海底城》中出现过的一款路特斯 Esprit。 马斯克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电影拍摄时用过的那辆车，放在特斯拉的设计工作室里做展示。头脑风暴的过程很有趣，但还是没有碰撞出一个让他们激动的概念原型。为了汲取灵感，他们参观了彼得森汽车博物馆，在那里有些发现出乎他们的意料。冯·霍兹豪森说，我们意识到皮卡的外形和制造工艺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
基本没有变化。这导致马斯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基础的问题上，他开始用第一性原理推导这个问题：特斯拉应该用什么材料打造卡车车身？通过对材料的反思，甚至是对车辆结构物理学的反复研究，特斯拉可以为全新设计开辟出可能性。冯·霍兹豪森说，最初我们考虑的是铝，还考虑过钛，因为耐用性真的很重要。但在那时，马斯克开始着迷于探索用富有光泽的不锈钢制作火箭飞船的可能性。他意识到，这种材料可能也适用于皮卡。不锈钢车身不需要喷漆，而且可以承担车辆的一些结构性负荷。这个想法真正做到了不落俗套，重新思考了车辆的可能性。经过几周的讨论，在一个周五的下午，马斯克走进来，简明扼要地宣布，我们要用不锈钢造皮卡。查尔斯·科伊曼是特斯拉和 SpaceX 负责材料工程的副总裁。马斯克具备的一个优势是他的几家公司可以彼此分享工程知识。科伊曼开发了一种冷轧的超硬不锈钢合金，不需要做热处理，特斯拉还为此申请了专利。这种材料足够结实，也足够便宜，可以用于制造卡车和火箭。在特斯拉 Cybertruck 上使用不锈钢的决定对车辆的工程设计有重大影响。钢制车身可以作为车辆的承重结构，而过去是底盘在发挥这一作用。马斯克建议，我们可以把强度都放在外圈，让车身成为车辆的外骨骼，然后把其他东西都搭在它里面。用上了不锈钢，也给卡车外观引入了新的可能性。与使用冲压机器将碳纤维雕琢成曲线玲珑的车身面板相比，不锈钢更适合做直线和锐角设计。这就让设计团队有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逼无奈探索出更多未来主义的、前卫的，甚至是乍一看不太和谐的设计想法。马斯克对于第一性原理的推崇，还体现在对于成本的把控上。马斯克对成本控制极为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他要花他自己的钱，更是因为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移民火星来说至关重要。航空航天领域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部件价格不能让他满意。他质疑这些价格，因为这些部件的价格一般要比汽车行业的类似零部件高出10倍。他对成本的关注，以及他天生的控制欲，让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尽量多在公司内部制造零部件，而不是从供应商那里购买。这是当时火箭产业和汽车行业的通行做法。穆勒回忆说，有一次 SpaceX 需要一个阀门，供应商要价25万美元。马斯克说他们心太黑了，并对穆勒说我们应该自己制造。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以很低的成本完成了这项工作。另一家供应商负责提供一种能使上级发动机的喷管旋转的驱动器，报价12万美元。马斯克说这东西并不比车库门开关复杂多少，于是他要求手下的一名工程师以每个5000美元的成本把它造出来。为穆勒工作的年轻工程师杰里米·霍尔曼发现，洗车系统里用于混合清洗液的阀门改造后，就可以与火箭燃料一起工作。还有一家供应商交付了一批装在燃料箱顶部的铝制整流罩，随后就抬高了下一批产品的价格。这就像油漆工给你的房子刷了一半漆后坐地起价，要你花3倍的价钱才肯刷完后一半。埃隆可不吃这一套。马克·荣科萨说道，他是马斯克在 SpaceX 关系最亲密的同事。
马斯克说，这样敲诈他的人跟在莫斯科卖火箭的家伙没什么区别。他对容科萨说，我们自己做。于是装配设施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来打造整流罩。几年后， SpaceX 在内部就完成了 70% 的火箭零部件制造工作。当 SpaceX 开始生产第一批莫林火箭发动机时，马斯克问穆勒这东西有多重，穆勒说大约1000磅。马斯克说，特斯拉 Model S 的引擎重约4000磅，制造成本约3万美元。如果特斯拉的引擎重量是你的发动机的4倍，为什么你的发动机要花那么多钱？其中一个原因是，火箭零部件的制造受到军方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规定的数百种规格与要求的制约。在大型航空航天公司，工程师们严格遵守这些金科玉律。马斯克则离经叛道，他要求工程师质疑这些规格要求，这后来成为他5步工作法当中的第1步。在公司内部，这一步被称为质疑，这也是他开发产品时的口头禅。每当工程师把某项要求作为做某事的理由时，马斯克就会质问他们，谁提出的这个要求？如果工程师回答军方要求或法律要求，都不能让他满意，马斯克坚持要让他们说出提出这些要求的人员姓名。我们讨论如何鉴别发动机的水平，如何判定燃料箱是否合格时，他会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蒂姆·布扎说，他曾是波音公司员工，后来成为 SpaceX 负责发射与测试任务的副总裁。我们会说，军事规格标准里要求的。他又会问，谁起草的？为什么这么要求？马斯克时时刻刻反复叮嘱大家，所有要求都应该被当成建议。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只有那些物理学定律约束下的条件，也就是他说的，从事物的本质出发，不被过往的经验所束缚，避免和周边的同类事物过度类比，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事物的本质。马斯克移民火星的计划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其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动机和第一性原理的支撑。首先，马斯克认为地球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如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和资源短缺等。他相信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跨越星际空间才能得到解决，因此他认为将人类移民到其他行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马斯克还认为人类将来需要成为一个多星球物种。如果只依赖地球作为唯一的栖息地，那么一旦发生灾难或其他不可预测的事件，就会导致毁灭性后果。通过在其他行星上建立基地和殖民地，我们可以确保人类的生存。此外，在科学探索方面，火星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可居住行星的目标之一。它与地球相对较近，并具有大量的水冰和可能存在生命的迹象。马斯克希望通过将人类送上火星，推动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看，马斯克深入分析了移民火星的可行性。他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思考人类移民火星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火箭发射成本、火星生存条件等。通过不断的拆解问题，他找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降低火箭发射成本，他运用第一性原理打造可回收火箭。为了解决火星生存问题，他积极探索火星的资源利用和环境改造等技术。马斯克的移民火星计划虽然充满挑战，
但他的坚持和创新精神激励着无数人。他用第一性原理为人类的未来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一性原理在不同领域和人物中具有共性和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他强调回归本质，从最基本的事实和原理出发思考问题。无论是马斯克在火箭和汽车领域的创新，以及科学家们在复杂系统研究和深度学习领域的突破，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创业领域，第一性原理帮助创业者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找到独特的价值主张和商业模式。以马斯克为例，他不满足于传统汽车和火箭行业的现状，通过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找到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创新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第一性原理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深入探索自然规律的方法。Francis Bock 教授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应用，也为解决神经网络可解释性差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第一性原理都体现了其强大的创新驱动力。它促使人们不断挑战传统观念，探索新的可能性，通过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推动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总之，第一性原理具有普适性，它不仅适用于商业、科技等领域，还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创业者、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可以从第一性原理中获得启示，以更加创新和高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目标。马斯克在太空探索公司和特斯拉的成功，源于他对第一性原理的坚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运用第一性原理进行决策。比如在选择职业时，很多人会参考他人的选择或者社会的热门职业，但这往往只是基于类比思维。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出发，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例如，如果你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具备一定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那么你可以考虑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因为某个职业热门或者收入高而选择它。再比如，在购买商品时，我们常常会受到品牌、广告和他人评价的影响。但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思考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比如，你需要购买一台电脑，你可以从自己的使用需求出发，考虑电脑的性能、便携性、续航能力等因素，而不是仅仅因为某个品牌的广告宣传或者他人的推荐而购买。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运用第一性原理。很多人在学习时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或者仅仅满足于掌握表面的知识。但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知识的本质和原理。比如在学习数学时，我们不能仅仅记住公式和定理，而应该理解它们的推导过程和应用场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数学知识，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它解决实际问题。以学习英语为例，很多人会通过背单词、做练习题等方式来提高英语水平。但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思考学习英语的本质是什么。英语是一种语言，其本质是用来交流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单词和语法的学习。可以通过看英语电影、听英语歌曲、与外国人交流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也可以运用第一性原理。很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受到他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从而做出不恰当的反应。但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比如，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仅仅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利益。可以通过沟通、理解和妥协来解决冲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再比如，在选择朋友时，我们常常会受到他人的外表、性格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但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应该是能够相互支持、理解和信任的人。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朋友的品质和价值观，而不是仅仅关注他们的外在条件。在生活习惯方面，我们也可以运用第一性原理。很多人在养成生活习惯时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或者社会的潮流，但这往往只是基于类比思维。如果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出发，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比如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而不是仅仅因为某种食物流行或者好吃而选择它。再比如在运动方面，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而不是仅仅因为某种运动热门或者时尚而选择它。可以通过散步、跑步、游泳、瑜伽等方式来保持身体健康。总之，第一性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运用第一性原理，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做出决策，深入地学习知识，良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一性原理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马斯克在商业创新中的成功，还是科学家们在研究中的突破，在生活中，第一性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像分析问题一样，深入思考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是物质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和谐，还是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只有找到幸福的本质，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去追求和创造幸福。此外，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理解第一性原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客观世界，从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启发。比如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思考，我们可以明白有些努力可能是违背能量规律的，从而避免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精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几何证明求解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公理化思维，掌握知识结构，通过基于第一性原理的举一反三、相互串并联，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第一性原理是一种强大的思维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获得财富和幸福。我们应该鼓励自己运用第一性原理，勇敢地挑战传统观念，探索新的可能性。在面对问题时，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要追本溯源，找到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决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谢谢你听完了整个视频，你领悟了第一性原理了吗？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经验，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
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觉知的能量。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